上辈子我是真君学博士，主攻云南军种，一睁眼，我竟成了被退会婚的罪臣之女。孟氏女品行不端，赵家不愿同流合污，仅退还婚约，两家再无瓜葛。父亲被捕，母亲病死，自求多福吧。而我被流放云南哀牢山，你以为是让我野外求生，实际上是放虎归山。赵家，看我用菌子卷翻你们！哀牢山北纬24度，野生菌种之资源库，京城天然居酒楼一盘松茸炖鸡售价1两银子，而赵家做的正是粮食生意。退婚书，这笔账慢慢算。你在写什么？以后的招牌。什么招牌？你以后就知道了。菌丝还在土壤里，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菌根网络。只要在雨季结束前完成菌种分离，就能在人工机制上接种驯化。婆婆，你这几天在寨子里吃的什么？糙米发霉的那袋。想吃点别的吗？进山采菌子，我认识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你帮我背筐，回来分你一半。走。那两个女的疯了，瘴气山的菌子也敢采？你认得路？不认得，但我认得菌子。这叫鸡葱，只长在白蚁窝上，没有白蚁就没有鸡松。你以前到底是干什么的？读书的。读书的懂菌子？我读的就是菌子。够2筐，先回去。你们真的采了？瘴气山上的菌子你们真的采回来了？还没吃，先下山卖，卖完回来给你带盐。留的这些等我回来再吃。有些菌子要煮透，牛肝菌不熟会拉肚子，但不是毒，别怕。卖菌子，哀洛山上刚采的松茸鸡枞牛肝菌。姑娘，你这些菌子不会是瘴气山上采的吧？正是。那谁敢买？瘴气山上的菌子有毒，吃了死人。可不是嘛！去年有个采药的上了那山，回来煮了一锅，全家3口躺了半个月。有毒的话，我先死。这松茸是山上采的。别吵，你们闻，买一朵试试。去年我家那口子上山采了一次，全家吃了3天拉肚子。牛肝菌没煮透就是会拉肚子，不是毒，煮够时间就没事。我晓得，那是我家去年1年吃的最香的一顿。他今年不在了，咱下次来给你挑最好的。明天你还来不来？你剩下的菌子怎么卖？你出多少？市价的3成。成交。你刚才吃了一朵生牛肝菌，现在胃里应该有点烧。牛肝菌生吃刺激胃。下次换个集市，穆家的人在这儿。穆家？滇西最大的粮商，这条街上的盐铺、药铺、木庄，全是穆家旗下的铺面。你今天在这卖菌子，明天穆家的人就会来找你，到时候给你的价格不是市价3成，是1成。我叫陆远川，马帮的。下次往东多走2个山头，有座废弃驿站，我的人常在那儿歇，那边没有姓穆的。姑娘，刚才那人8年前他爹是这条古道上最大的马帮，得罪了穆家，货被扣，马被压价，第2年自尽了。他那时候15岁，一个人把剩下的人聚起来，直走山里的老路，再不进穆家的集镇。他不是来买东西的。废弃驿站，陆远川。你是那个在瘴气山上采菌子的流放犯？
是我。穆家收菌子，以后你采的菌子全部交给我们。松茸1斤10文，鸡雏8文，牛肝菌5文。上次我在这个集市上卖松茸，1朵2文，穆家收1斤，给我10文。这个价格是你定的还是管事定的？哼，你一个流放犯，有10文不错了。这就走了？哼，不急，他下次还得来。这山上只有这一个集市，除非他自己开一条路。那下次还去那个集市吗？不去了。那去哪儿？陆远川说的那个废弃驿站，再往前走2个山头有个镇，那边没有穆家。走旧路危险，那条路荒了好多年，有劫匪，还有残存的茶帮和马帮旧县。穆家虽然没铺面在那边，但他的探子在各处关卡都有。被穆家发现你绕过他们走新路，他们会堵死所有出口。婆婆，你看，从驿站到镇上的老路，不用经过穆家任何一道检查点。劫匪是有的，但劫匪怕马帮。陆远川的人在驿站驻扎，我们跟他一起走。你怎么知道陆远川愿意跟你一起走？我不确定，但麦岩老头说过，他平时不进穆家的市镇。那条街上的铺子全是穆家的，他在那出现本身就奇怪。而且他买完菌子没有马上走，他在街口停了好一会儿才离开。不是等我，是在看这条街上穆家家的人怎么对待一个新来的。他在确认一件事，确认我是不是穆家的下一个猎物。看什么呢？看路。什么路？以后要走的路。早去早回，万一碰上劫匪，把菌子扔了，快跑！人要活着回来。知道了，莫伯。脚踩在石阶边上有青苔的那一面，青苔下面是石土，不会滑。知道了。还得走多远？再翻一座山，明天中午能到。你怎么知道那边有集市？陆远川说的，他说他的人在那边歇，有人歇的地方就有路，有路就有镇子。你信他？我信他的马鞭。就这。你这松茸干哪儿来的？挨路山上采的，自己晒的。打开让我看看。你这批菌子卖给谁了？之前在山脚穆家那个集镇上卖鲜的干货，你是第一个。进来坐。穆家那边给你的鲜菌什么价？松茸1斤10文。你卖了多少？2筐。2筐？你自己背了2筐菌子下山？你从山上走到穆家集市得走半天，来回一趟1天多，还只卖出10文1斤，那你还卖？因为我想知道穆家给的是不是最低价。现在知道。穆家公子，我这批后来干散爬的松茸1贯钱1斤，我的买手每次去进货都排不上量。你如果帮我稳定供货，我按穆家收购价1倍收你的。这3筐算是货，你看价格，你定。1贯5，这是今天的，下次你带多少我收多少。条件，走我这边出货，不能再经穆家任何渠道。已经不会了。以后来这镇子直接找我，不用排队，不用经过集站。卖掉了。老沈，我父亲给他运过货，他收东西眼光很毒，能一次收你3筐，说明你品质过了他的关。你不用再走穆家那条路了。不走了，以后都走这边。沈清潭说每次来直接找他，
不用经过穆家任何一个检查点。他说的没错，从这边到镇上我走过无数趟。以后你运君子，我马队顺路帮你们带，君家不收。我用你第一批卖君子的钱换你一句承诺，以后你的君子只走我这条线。行。你们今天走不了夜路，驿站后屋有干净赶草，明早我送你们一段。旧商路一通，通往路基。今年的雨季比往年早了将近半个月。雨水浇透腐叶层，这是军司疯长最好的信号。整个哀牢山就是一个天然军种培养室。雨这么大，山路不好走。雨越大，菌子越多。松茸在雨后第3天铺土，鸡髄在白蚁窝吸水之后猛长。错过这半个月，整个雨季就浪费了。这片腐叶下有松茸，那棵倒木旁有干巴菌，那个白蚁窝附近有鸡枞。松茸菌盖没打开的不准采，鸡枞根部带着腐木渣的要刮干净再进筐。这味道比我在老家过年蒸腊肉还香。500多斤干菌，按上次沈掌柜给的价，够寨里吃好几年。雨季路烂，旧商路有一段被雨水冲松了。我昨天填了几块碎石，能走。马帮的人帮着搬石头，不算一个人。上次孙婆婆说寨里缺盐，里面是几块新烙的粗面饼和一包粗盐。每一处新填的碎石，帮的人顺路垫的。这条路现在不止我一个人走。你们寨子这个月采了多少？3000多斤鲜的，晒了500多斤干品。你这产量比穆家酒楼1年的松茸采购量都大。有个买家不是镇上的人，边关驻军的活法管事，上个月路过我这里，看到了你上次那批干货，他今天下午过来看货。如果品质过关，以后驻军每个月固定采购干菌，不是一批，是常年。我把整个干货铺的信用压在你的第一批菌子上了，现在信用要变成合同了。你们这菌子是用什么筛的？竹筛，通风亮价，没熏瘤。其他家熏瘤保鲜，你为什么不熏？熏了瘤菌肉会变酸，炖汤不鲜。就它了，以后军营的菌子全从你这儿走，价格你开。穆家卖边关军供什么价？1罐3。我1罐。行，每个月多少单？先是1个季度，品质不掉，后面加量。喝一杯。穆家酒楼子的菌子，老子吃了几年，最近几个月越吃越不对劲儿，闻着一股硫磺味儿。查，谁在抢我们的菌子生意？上次跟你说了，敢接他的菌子，以后穆家不攻击你。你以为我开玩笑？从下个月起，你铺子里所有干货的穆家渠道全部断掉，盐、糖、药材一样不留。不供就不供，他的菌子比你穆家的干度够，价还公道。你断我的盐，我去别家买。滇西不是只有你穆家一家盐商。哼。穆家足印，他们用骡子拖的，人推不动。往西是断崖，往南是穆家秦镇。旧商路被封，陆远川的人每次来都要绕，但顺着驿站往东翻过山脊，还有一条废弃的老茶路。穆家当年封了入口，陆远川提过，他父亲走过那条路，他也知道怎么绕进去。
前面有座老石桥，桥面塌了一半，绕左，有条浅溪能趟过去。穆家那边，我听说他们在堵你的路，堵了一条，我开了另一条。不会再堵，不会再堵。我以后不会只走一条路。你以前在书上读的，君子要跟白蚁一起长。姬孙菌必须和白蚁共生，白蚁的排毁物里有姬宗菌丝需要的营养成分，没有白蚁，菌丝只能长到一半就不动了。种了大半日子地，没想过君子还能自己种。能种，只是他要的不是土，是另一窝活的。苏姐，那块丙地的菌丝比甲乙长得快。我知道，丙地的 pH 值最接近俺蚁窝，乙偏碱，菌丝推得慢。那甲呢？甲是直接用蚁巢原土，但白蚁自己换了一批新土，老巢的排泄物浓度被稀释了，老白蚁换窝了，这窝得重新结。香味比野生的还浓，看这出菇密度，产量预估是同期野生采集的近3倍。你说能种出菌子，我本来只当你是想试试，你现在告诉我，这批能出多少？丙字号试验地，这块地往后每年雨季能出野生3倍，后面其他试验地调整配比，能更快跟上。我这回不是来收货的，我把我的铺子押给你，这批人工激素出运费送到金银城最好的酒楼去试菜，卖得动你就赢了。卖不动，我认赔。这批能种的话，以后不用看天吃饭。我想把这条线加到马帮常驻路线上，不再走单趟。你不是人工军，以后不止这批。量大了，马队要单独排班，我分得出人手。京城那趟远，到了大人那边要问军援，别一个人去。这个季节还有仙姬宗，人工养的。野生的姬宗怎么可能人工养？你闻，你这菌子是用什么养的？不是我养的，是一个在哀牢山里面养菌子的女人。今晚试菜，你留一下。好唐娜，快过来！客官有何吩咐？你们这道鸡枞炖鸡，这鸡枞的菌味儿比往常更浓啊！京城不止我一家酒楼会问，下次我追加之前，你把品牌名字想好。这个牌子以后不止滇西用，京城那批货就用它。这是什么？我爹的最后一次处置，死前2个月，被穆家压价压到马料都买不起。这批价我可以兑进你的军供合同里面。人工军现在量大了，只要定价能守住底线，以后像你爹那样的马帮队就不会再被压。人工鸡枞已在本店连续试用1个月，客满无退，每月固定送若干斤到京城，运费我出。军源品牌注明云南哀牢山，下次单子签正式供货函。你怎么知道鸡枞要长在白蚁窝上？因为鸡枞菌和白蚁是共生关系，没有白蚁就没有鸡枞。你知道这个，那你应该知道，穆家酒楼最有名的松茸炖鸡，用的是你的菌子。你是穆家的人，穆秋桐，穆家2房。穆家大房那套压价的套路用不了多久了，你的菌子已经从滇西卖到了京城，
镇管事的军购合同签了全年，周大厨的采购单我也在账房那边看到。你不需要穆家，你来找我是想让我反过来帮你们二房，不是帮，是合作。我爹10年前被大房从商圈排挤出去，他让我来找你。他说大房只会压价压到所有供货商死光，但二房想做长线的君子新生意，人工君以后不是1季2季的买卖。你没当场签，你也没指望我当场签。我爹让我带句话，他说这女人的君子比大房的命还硬。盯紧他！如果二房单独跟那个流放犯签了约，大房在这条线上的所有君子生意都可以提前结算。在他把我们全挤出去之前，每一批他出的货都得给我严查。既然他非要断我穆家的财路，就在半夜动手，别走新路，绕那条废弃的旧商路摸上去，用桐油给我烧得干干净净。饼子好绝！拿去换钱，买新军种。婆婆，这是你的嫁妆。嫁妆是给要成亲的人留的，我没有要成亲的人了，你还要建新军谱？留着做新棚的防火挡板，下次他们再倒桐油，烧不到架子。隔间墙体用新烂火土拌旧棚台片片碎料。隔间那道墙要留风口。军司怕闷，我已经在侧墙标了位置。风口朝东，这边雨季西风大，潮汐会把雨打进来。你爹那个旧账本，穆家10几年的收购价全在上面。全在。从我爹开始替他们运货第1年到死前2个月。穆家压你爹的价不是压一时，是压了几10年。他把你的君子供货价和我这边的人工军出货量对起来，以后你马帮队替代穆家做军工运输，穆家不会再压到你了。我爹当年把我们马帮队的名字写在账本第1页，他以为名字只要写上了，穆家就会认得他。穆家认得他的名字，只是不在乎。现在在乎了。你上次没当场签，这次我把7份全带来了，1份1个镇，全部按沈清图那边的市价走。你签一个字，二房商队从下个月起统一铺送你的人工军到滇西每一家干货铺，二房负责运输。人手不够，7镇全铺量太大，光我们这几个人采不够，我需要在滇西各镇设采收点。你二房的铺子能不能兼做先军收购转运站？二房在各镇的干货铺后面都带一个小院子，原本是堆货用的。院子现成的，亮家和竹筛你们这边出规格，我让各铺照做。你上次没当场签，不等于你会说不。你这次签了7份，我提前排了班，不亏。不是周大厨那种试菜，
这2家是直接要签常年单。京城3家的仙菌量加上七镇干货铺的干品量，你这边产的够吗？新菌棚刚扩了3倍，微起脱围，但仙菌的运输得换方案。京城太远，不能跟七镇干货铺走同一条物流。这个我去跟陆远川谈，他的马帮队有冷链，冬季往北京运药材时用过的冰窖存运法。我问过他，他说可以改给仙菌用。备马去京城公布。不到1个月，大房的菌子生意萧条了将近1半，干货铺老板和酒楼采办主动找上了二房，他们翻墙了。当时应该把他爹的案子办得再久一天，让他没有机会回到这里。何崇安，这个人就是我爹案子里劫粮栽赃的那个户部中中，就是他。穆正红搭上他，户部那边可以以此人系重犯之女，不宜经营军工物资为由，要求暂停你所有与军镇相关的商业契约。京城酒楼的供货不受户部管，但镇管事的军供合同会被卡。镇管事的合同是兵部签的，户部管粮，兵部管军需。穆正红是想用衙门之间的墙把我卡在中间。上次弹劾风瑶也是这个套路。这便是你说的万全之策。按此契约行事，7日之内必见成效。他上次的弹劾折子被培育使驳了，是因为技术证据齐。这次他换了个理由，用我父亲的旧案。何崇安是当年劫粮栽赃的人，为了自保，他一定会配合递折，但他不知道我手里有多少关于当年那批劫粮的旧货单副本。这张老运粮单的时间线和我父亲的押运路线完全重合。他弹劾我父亲的旧案存疑未消，那我就把旧案变成现行。这摞纸够厚了，再叠下去，我的马鞍带会先撑破。今晚必须去驿站加派人手，死死盯着穆家大房的动向。立刻调齐3年前的河工卷宗，半个时辰内送到我面前。朝廷新制，以后所有边镇军粮里必须配干菌，每10米配若干两干菌，不是一家关口，是全国所有边军。户部已经把第1批采购额度发到兵部了。户部列了好几家备选军商，其中有一行写的是你的编号哀牢山寨。我在兵部核查了3遍才来找你。产能不够，我现在所有试验地加上新军棚的产量，只能覆盖滇西7镇加京城3家常年单，全国边军至少要再扩几倍规模。你需要助手，你需要人。我知道，户部备选的这几家军商，有没有也被穆家压过价的？这几家都在，他们供货量比穆家差了很远，但户部这次只用综合评级，你的评级是假的。那就签，不是我一个人签，是让他们一起签。全国合同量太大，我一个人出不了全部货。这几家以前被穆家压过价，菌子品质一直不差，只是没有销路。合同你出，供货名单我来组。他们知道你在组供货联盟，托我问你，能不能带他们一起进全国合同？你帮我去回话，不接受再压价，再压没有合同，只有联盟条款。联盟加入条件，按人工均技术标准统一出货品质，所有供货价统一不低于这边合同上的均供价底线。你父亲以前的押运记录，这位老司马保存了很久，他知道你现在做军供，托我把这个带给你。
你父亲以前每一趟运粮都亲自坐在粮食旁边，从来不让别人代押。你在这几季的人工军事检也和他一样，自己不碰军种就不会让别人替你签放行单。你们父女俩护粮是用的手段不同，但手劲儿一样。名单你收好，到他被翻案那天告诉他，我欠他一壶酒，欠了10几年。粮草到边，本官亲押，任何人不得截留。到边关之前，不管转手多少次，这批纸不能丢。上面写的不是我爹一个人的账。路上饿了就吃，别饿着自己。前半程我送你到滇中驿，后半程我爹以前的老伙计在那边接。他认得户部仓库的点验流程，正时已经提前到了京城，等着验货。姑娘，你看土能看出啥？能看出他不是死了，是饿了。哼，哎，大局，10年内北方无需南粮北运，是你写的？是。明天面圣，户部已经把提纲递上去了。陛下昨天在朝堂上念了那句话。关于这军根改良册，呈上来详述。此女乃流犯之女，其父孟守田军粮案存疑未消，以戴罪之身擅提国策，与制不合。军美改良册，户部复核。旧案，你也复核，2件一起查。那个人，何崇安，他在殿上说了什么？他反对，我把他的旧记录放在他签的国策副页旁边。回寨子之前，你说过要在汉区那个村子停下来，那些盐碱滴滴的土你都记在图上了，需要多久？先把丙字号机制的耐盐配比试出来，大概10天。回去之后，我让人在同样受旱的2个村子设点，你交完第1个，剩下的他们会自己传。皇上有旨，复成军美改良册与孟守田旧粮案，2案并查，何崇憨停职，户部由沈侍郎暂代主持。当年亲眼见过孟守田押粮的老兵卒口述，孟大人从不让人代押。最后那批粮草数量足额，封条完好，抄件末尾有他画的10字押，口述人还活着，我已派人去接。副车过堂当天他会上大理寺。此父所成旧档都是伪造，不足为凭。老子亲手搬上去的那批粮草，满车满箱，封条一个没破。孟大人怕粮食在车上颠坏了，每辆运粮车脚上都垫了他自己被子里的棉花，到了你嘴里变成了粮草未达。你那张嘴是吃过人肉的。皇上裁决，孟守田案撤销原判，平反昭雪，追团原职，家属流放身份一律赦免，何崇安收押候审。追复原职，家属流放身份一律赦免。朝廷正式在全国11省推行军民改土技术，
户部已将云南哀郎山的改良册全文印发至各省农政司。马帮沿线所有驿站已全部增设军种冷藏阁。当年我爹运药材时用过的冰窖存运法，现在正好用来存运丙字号军丝。刀剑要斜着进，不能直戳。军丝是活的，直戳进去它会受伤的。斜着进，它自己能找到白蚁窝的排泄物层。你刚才第一刀断了，第二刀斜一点，让它自己找路。照着这条线的角度。苏姐，这条斜线在你那个丙4号试验地画了多久？我画了好几个月，你是今天第2个画对的人，比我自己初学快了不少。你把2房商队的1号专门写在备注栏，大房会在运输环节截获，这次不会再让他们有机会旁听种种。大房不剩几个铺子了，但穆正虎本人最近在京城，何崇安下狱之后，他一直在活中。这是大房老账房私下递来的。穆正红去了工部营驻司救援的宅邸，联络了退审官，还给京中被挤掉的旧供货商递了信。尔等军生被苏氏挤出户部名单，若再不联手，今后滇西再无尔等立锥之地。他在串联那些被我挤出名单的旧军商，对，他打算让他们反咬不咬质量，咬什么流贩之女以军商之名私结商帮，垄断供货渠道，和上次弹劾是同一套话，只是这次换了一批人签字，让其他军商签字。但我还干冲司就要在牢里，我弹劾的我已经有反向的证据，你要把这些证据送进京搜，他会自己来要。他叫那些军商签字，签一个字就是当年我爹被压价那页纸的重量。那些军商不知道签字代表什么，他们很快就知道了。苏姐，这菌子在我们那边的盐碱地也能长出来吗？先把土里的菌根接回去，接回去之后，菌子自己会找路。你刚才那刀斜着进的，和菌丝找路的方向一样。穆正红派人送来的，叫我们签字，联合告你垄断军事。你签了没？签了，不签他威胁说要让大理那边的铺面全部下架我们的货。签完之后我就后悔了。我在大理卖了快1辈子菌子，穆家大房压了我大半辈子的价，你从来没压过我的价。你的联盟条款是我干这行以来见过的最公道的一张纸。穆正红说的被挤出户部名册，你们知道户部这份名册的来历吗？是啊。这份名单上每一行编号都是户部直接核定的。穆正红说的被我挤出户部名册是编的。我把名单复印件给你每人1份，你们拿着它去户部设在滇西的转运站问问，问那些编号是不是户部自己批的。这筐松茸干品是我铺子里最好的，之前被你联盟拒过一次，因为干度稍微差了一点。我回去之后把量价全换了，这批是新晒的，你验过了，让我带着铺子正式进联盟，条件按你那份条款走，不抬价不压价。上一批被拒之后，我每天晚上睡前都翻1次量价。我铺子里没有量价，这批货是用屋顶瓦片烘的。准入，建议加简易量价，规格附下。比上一批干度好了不少。上次验货那次你也在？在。你上次的松茸我亲手验的，干度差一档。我当时跟你说了要多晒几个时辰。这次多晒了，我那批量价换成了你上次带样品筐来的那种双层竹筛，透风比单层筛匀。你找篾匠定的？找的沈清台。他说你认识一个篾匠手艺好，人在哀郎山。他们补这些撕掉的信干什么？留着，以后再有像穆正红这样的人来找他们签字，他们可以摊开这封信，被撕过的纸比新纸有分量。范老伯用缝篾条的手艺补他撕掉的东西，他只是把事实又放回了纸上。你爹的旧账，我爹那页也已经被压价压碎了，现在也还没完全补回来。但你这次联盟里进来的每一个老军商，都在替他们补自己的被撕过的纸。
还用大半辈子压别人的价，最后自己连价都没资格报了。大房没了，这把钥匙是最后一个大房账房交给我的。他说不姓穆的人以后用不着这把钥匙，但你应该留一把，不是留大房的，是留那个锁。你们这寨子从被封路到被烧棚，每一把锁最后都被你打开过。所有供货价不低于军购合同底线，任何人不得压价。种种技术向所有联盟成员开放，不再独家。马帮运输统一调度，不再让任何一个军商因为运不出去而被中间商压死。以后谁来寨子学接种、管饭？第一次来这个驿站的时候，你说你爹以前把这边当成老先生最后的歇脚点。是，他每次走到这里就在这口枯井旁边卸货，井里那时候还有水。现在井里有军种，你爹以前歇脚的地方，现在是他的歇脚点，也是其他人的。甘军虽然能存，但泡发费水。前线营地在戈壁滩上，每一瓢水都要从几两外的河滩背回来。以前在北境运粮，缺水泡干菜，整批干菌被囤在仓库最底层沤烂了。如果能直接在出厂前做成酱料或者调味粉，到营地直接舀一勺拌进主食，省水省柴省时间。第一锅咸了，第二锅淡，第三锅刚好，但还是少了什么东西。现在对了，饼字号松茸酱，是字品。边关适用反快，酱体稳定，开罐后存期够长，口感与干菌泡发无异。水不够泡干菌，但酱可以直接拌面，省水。饼深加工，省水。京城酒楼的盐价涨了好几个季度，你的调味粉能替一部分盐。不是饼字号的军种，是汉区本地野生军丝自己回来的。我蹲在那片地上看了快大半年，它最初只是一小片不起眼的白丝，后来自己找到了白蚁窝。红壤捏在手里是润的，有团粒结构，能感觉到菌丝曾经活过的痕迹。但这天山砂是散的，搓在指尖上几乎感觉不到粘性。每一粒沙都在掌心各自为政，极淡的碱味，有机质几乎为零。汉区是军美断裂后土壤开始退化，但这天山砂是军美从未生长过。
玉灵姑娘，你看，成了。天山脚下的边镇用水比哀洛山更紧张，军种冷藏窖得换方案，不能用溪水，那边溪水是季节性的。我在旧遗图上找到这条旧渠线。天山南路夏季融雪水流引到边镇外围，落差构作主教的循环冷井。都护说你们能把沙地改活，这是我自己采的。我蹲在那条融雪沟边上看了一整个春天，雪化了之后，地上先是长草，后来长出了这些东西，你们看能不能用？这菌是活的，你蹲在雪沟边上看它长出来的时候，沙子上还有别的东西没？比如一些比头发丝还细的白丝。有，融雪水流经沙土交界的斜坡上，有几丝极细的白丝贴着沙砾表面蔓延，过一小片区域。我当时没在意，以为是霜。那不是霜，是菌根先头，只需要把沙粒临近缩小，菌丝自己能把沙粘成团。这条线是下刀的角度，这个圈是灶房的火候，酱熬到这个颜色就关火。哈哈，我年轻时候赶夜路走惯了，半夜醒得比白天准，种种冷藏窖的夜班值守我来干。天山沙如果和属地旱区土一样，却有机制，把腐木机制的 pH 降到比这边更低，菌脉在偏酸环境里穿透力更强。渠还在，渠墩基础没坏，到了那边先把冷井钉在渠旁。再垒菌棚，先保种温度，再施沙。郑军旭，你就是苏云心，就凭你，苏姑娘能让沙子长出菌子？长出菌子？这鬼地方沙子连草都长不出来，你当我是3岁孩童？沙子不是不长东西，是你们没给它配对的菌杯。你捏那些白丝就是菌杯先头，已经在沙砾之间铺了一条小路。这些白丝是去年冬天之后才有的，之前没有过。之前是因为雪水温度太低，菌根本下不去。去年冬天气候偏暖，融雪温度刚好能让菌丝从岩石缝里钻出来，钻到沙层边缘又停住了。去年冬天确实比往年热，我当时还跟老郑说，今年雪化的早。雪化的早是菌丝能启动的第一道信号，你的菌酶已经自己铺到了沟边，缺的只是下一步，把有机质填进沙砾间隙，让它继续往里长。你要多少地？先给我1丈见方的沙坡，靠近融雪沟。1丈能干啥？够了。君美不是靠面积，是靠他自己在沙砾之间找路。我替他开个头。等，给他几天时间，让君梅适应。这白丝是活的，它在自己找路。这个坡以后不许任何人踩，
你不觉得沙子能长菌子是笑话了？这片沙坡从我调来天山第一天就在这儿，早年修哨楼挖出来的散沙，堆在这里好多年，风吹不走，雨淋不透。以前试过在上面种梭梭草，没活。这沙子比上次那袋天山沙更粗，而且这片坡上根本没有白丝，菌美从未在这里生长过。这片坡离融雪沟太远，雪水渗不到基底，就算菌美先头来过，也会被沙砾之间的高温晒死。必须先引水，再人工接菌。从这块坡沿着旧渠基础往下除，不到半根杆的深度，能接到古渠底层的深水暗沟，不用挖穿整个坡，只把冰种储窖的湿气引过来就够。老郑，这条沟比当年修哨楼护墙还难挖，沙子太松，挖一铲塌两铲。甲板称，用梭梭枯枝编栅栏，编成网格，插在沟壁两侧防塌。我当年在关内修地下凉窖，用的就是梭梭枝固沙。和廖老伯在哀乐山第一次用手捏起来的那小团能成型的沙粉结构一模一样，只是这次是在天山。这半边之前是废沙，以后也是市中区。老郑，你说的那个笑话，它自己长出来了。别嚷嚷，我再拿瓢融雪水给它浇浇。天山这批菌埋和丙字号最初的哀牢山白蚁共生菌丝完全不同，它们不需要白蚁窝，只需要融雪水、酸性浮木末和沙粒被粘成团之后的微孔性。这一次不是从断掉的地方接回去，白丝自己画出了一道极其生机勃勃的斜线。这菌根能封屋顶，能不能封哨楼的墙缝？那些缝冬天灌风灌了快几十年。你先把粮库修好，哨楼的等这批菌根再长几天，我去挖。你挖菌根去糊墙，那接种坡怎么办？坡上多的是，我拿铲子只铲外面那层没事儿。你不说它是笑话了？我那是因为以前没见过，现在知道了。按这个来，出锅率能提2成。另外，表层掺沙量要控制在1:2，保水透气才稳。沙子太多会撑开裂缝。你口袋的红线是你老婆缝的吧？她缝了大半辈子，说红色辟邪，粮库最怕火。现在有了比红线更管用的，菌美能封沙。铲完把坡面再浇一遍水，别偷懒。你上次浇水漏了一脚，那脚上的白丝比旁边短了好些。漏了一脚就补一瓢水，漏水又不是漏命。你画的是天山？是，我不识字，但我认得他的样子。我一个人在沟边蹲了一整个春天，每天就看着雪峰的这个角度。一个人用字认路，一个人用画认菌，隔了大半个大梁的版图，同样的老手。无以共生型，菌根附着力中等，适应沙质机制，可推广至戈壁边缘同类沙地。蜀中花椒籽比云南的更小更麻，磨出来之后拌进菌菇酱里，后味更长。新闸板加了弹簧钢片。上次在哀牢山驿站，你画斜线那只炭笔底下压着的旧采购单上记过这种闸板的规格。今天这口井用的是同一批设计，青石板底下的菌根把沙粒粘实之后，闸基不会松，以后上游来水再大都不会塌。你还记得那张采购单的规格？记得，每一张都记得。老叔，你那个笑把沙子封住了，哨楼够不够也糊一遍。从哀洛山的溪水青石板到天山旧渠的融雪落差，同一套冰药存运法，同一个原理。菌闷不在乎温度从南方的凉变成北方的冷，它在乎的是沙粒之间有没有空隙能插进去。丙字号第一管菌丝在沙粒间隙找到了不需要白蚁也能活的微冲信，我自己也是从这封退婚信一路走到了这里。这批介质里的菌轨已经适应了天山沙的碱度，以后坡上需要补充，用这袋做母种。你们走了，这批菌媒以后归谁管？
归你。你蹲了一整个春天看它长出来，后半辈子继续看着。老郑，你凉裤屋顶以后漏沙了，别找我，你找这点东西。我也没找过你，你上次糊的那铲子到现在还漏。师傅，这袋新菌丝比丙字号小，但结构完整。我自己没敢确定是不是新种。收了。这口沫以前只能推干菌，现在能推沙子、花椒、调味的菌饼。你什么时候让他磨一次天山石头？你把天山石头带下来，我就让他磨。朝廷新制，以后所有边镇军粮辅料采购，全部由各省天浙科分站直接对接当地军商联盟，不再统一走户部中转仓。我天也是来撕那封串联信的。今天你把我的名字和兵部字放在一起，够了。还没够，再过一阵子，等天山分拨也纳入职工体系，你的铺子就是联盟最早一批职工兵部的军商，以后你每张供货单上都要盖你自己的铺印。他说他在关口打了快大半辈子弩机，从没见弹簧钢断过。来学种菌子是因为他退役最后几批军粮的味道跟以前不一样了。伙房告诉他，军粮里的干菌钱是云南哀牢山兵部直供的。他说他要亲眼来看看这个种菌子的地方。你还记得那天第一筐菌子，孙婆婆跟我2个人背下山，半路上婆婆的背篓底漏了，松茸从面条缝里往外掉，她一边走一边骂这群编面条的人偷工减料，骂完之后把菌子一个一个捡回来。记得，那天是我第一次在那个集市上见到你，你蹲在地上给卖盐老头生吃牛肝菌。那时候旁边还有个看热闹的，脸上有疤，只肯出市价3成。只肯出市价3成？我那是帮你压价。穆家的人就在集市对面，他们家的酒楼每季都在压均价，我叫价高了，当时就会被盯上。你那时候不知道。你第一次在集市上买我那筐菌子，回去之后跟你的人说了什么？我说，那个在集市上生吃牛肝菌的女人，以后会有很多菌子，你们准备好马，她要走很远的路。你说对了，她现在走到天山了。我这辈子等过最值得的事，就是相信她能种出菌子，而且相信了不止一次。我把整个干货铺押给她，去京城市第一窗人工鸡松的时候，你当时在哪里？我在驿站等着接她的货，和今天一样。哀牢山上的军棚已经从最早的丙字号一棚扩成了漫山遍野的接种区，每一片接种区的机制配备都源自最初那页用碳柏记下的数据，又根据蜀中偏酸、天山偏碱的土样做了调整。这批竹夹比我当年在昆明买的耐用，镊条多绕了一圈。你拿竹夹装菌子，我拿竹夹装花椒，咱俩同一种竹夹不同命。不同命，都是丙字号那叶树上走出来的。师傅，这批菌丝是我蹲在蜀中那片最早被你掰过盐盐麦饼的老农地里采的。他田里现在的麦子能收成了，比旱灾之前还密。他自己留了一把麦穗挂在门框上，跟寨子门框那行炭笔字差不多。天山那边老戍族寄来的箭报，他不识字，但他画的太阳下山方向和哀洛山寨造房烟囱位置是顺着同一条旧驿路。他从天山看过来，我从寨子看过去。这天傍晚是1年1度不用赶货的日子，各分站都在自己的铺子里做了一顿饭，托驿站把照片和菌样寄了过来。婆婆，这锅汤里放了多少种菌子？6种。范老伯的大理松柔，廖老伯的瓦片干鸡枞，蜀中那带旱地野菇，天山老叔的灰白菇，丙字号今早采的鲜鸡枞，还有一种是你刚才剥蒜时顺手扔进去的那朵干牛肝菌。你看见了？汤好了没？我在门外闻了好久了。快了，你先把碗端出去，每人1碗，自己舀。每碗舀多少？你爱舀多少舀多少，今晚不限量。今天有一对新学员要来学切种手法，蜀中年轻人介绍来的。汉区那边自己恢复军盟之后，又有好几个村子想来学。哪个方向的？西北，再往西就到天山脚下了。
那几寸的地之前是什么样的？和老树兵那片废沙坡差不多，土偏碱，沙粒粗，菌根从来没长过。告诉他们，沙砾之间如果有空隙，军司就能自己找到路。刀尖要斜着进，不能直戳。军司是活的，直戳进去他受伤，斜着进他自己能找到路。你当年自己在哀牢山上画第一道斜线的时候，是不是也没人教你？没有人教，但我旁边蹲着一个择菜的老婆婆，手里有半碗凉水。这批花椒够新学们带一阵子，不够的话叫廖老伯再推一袋过来。他那口馍这几天刚修了齿，比去年快。这批松茸是我后院新垒的窑里用自己编的竹荚绿的汤炖出来的样品，你尝尝，不够干度再退。君道无止境。